英语学习系列，如何运用 Elo 学习掌握真实世界英语？嗨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今天的重点整理。说真的，如果你曾经在学英文这条路上感到满满的挫折，觉得自己永远没办法应付现实生活里真正的外国人对话，那你今天绝对要仔细听了，因为我们今天整理出了这份资料啊，简直就像是一份破关秘籍，为大家揭开一套能真正征服现实生活英文听力和口说的超强路线图。好，我们废话不多说，直接来看看这个超强的 LLL 学习法到底是怎么运作的吧。首先呢，这份资料直接点出了一个让无数人崩溃的痛点，你一定也有过这种经验。为什么明明印在纸上的单字你全都认识，但只要对方一开口，你却完全听不懂？没错，就是只要看文字，你几乎每个字每个文法都懂，但只要遇到母语人士用正常甚至偏快的语速跟你聊天，你的大脑是不是就瞬间宕机了？这感觉真的超无力，对吧？但别担心，这就是我们今天这份解析要带你一起打破的魔咒。为了彻底解决这个问题，这是我们今天的重点议程。我们会快速带大家走过：第一，突破听力瓶颈；第二，为什么选择 Elo；第三，超级核心的6阶段循环学习法；第四，教你建立每日与每周计划；最后，如何在短短4周内亲眼看见你的学习成效。好的，我们马上进入第一部分，突破听力瓶颈，也就是所谓的教科书陷阱。其实我们听不懂的根本原因就在于这个教科书陷阱。你想想，我们从小听到大的标准教科书音档，是不是通常都只有单一的一种口音，发音字正腔圆，没有半点文法错误，而且讲话速度慢的简直像机器人一样？但是现实世界的英文根本就不是这样运作的嘛。对比之下 Elo 这个平台就像是一个真实世界的模拟器，里面充满了全球各种多元口音、超级自然的语速，还有最真实的生活情境。你要知道，想适应全球化的英文，我们就必须直接从最真实的情境开始练起。接着进入我们的第二部分，为什么选择 LLLO？ 它简直就是一个全球语言中心。Elo 里面有一个超大而且完全免费的资料库，不管你是想听日常生活、旅行、工作还是文化主题，里面通通都有。但这个学习法最关键的核心目标在于训练你，即使对方的口音变了，你还是能掌握核心讯息。这不是要你马上像神人一样完美听懂每一种口音啦，那真的太不切实际了。我们真正要做的是去训练大脑产生一种适应力。也就是说，就算这个人的发音跟你习惯的完全不一样，你依然可以精准抓到他到底想表达什么，这才是真正的语言流利度哦。接下来是这份资料的重头戏，第3部分，6阶段循环学习法。这可以说是我们整个学习计划的核心引擎。各位，这就是你未来每一次练习的总路线图。这6个阶段的循环是这样运作的。第一，选一个你有兴趣而且大约能听懂70%左右的主题。接着第2步，先盲听。第3步，打开逐字稿精听。第4，整理重要词汇。第5，做个小测验。最后第6步，进行跟读与复述。这刚好构成了一个从被动输入到主动输出的超完美闭环。我们先稍微深入聊聊刚刚提到的盲听阶段。第一次听的时候，记住绝对不要看逐字稿，只要尽量抓大意就好。但真正好玩的是第2遍盲听，这时候你要把自己当成侦探，主动去抓线索，到底是谁在说话，他们人在哪里，对话的目的是什么，有哪些单字是你勉强能认出来的，还有最重要的一点，把你觉得哇这句也念太快了吧的地方狠狠地记在脑海里。那你一定会问，为什么有时候外国人讲话会快到不可思议？当你进入第3阶段的精听，并把逐字稿打开来对照的时候，你就会抓到这些罪魁祸首了。没错，就是连音、弱读、缩写、语速过快，还有语调的变化。这也是为什么一句超简单的 What do you want to do 从真实的母语人士口中讲出来，会瞬间变成 What do you want to do。精听的目的就是要让你去比对你以为你听到的跟人家实际讲出来的，帮你的大脑重新把声音和文字紧紧连在一起。搞定听力之后，就来到词汇整理啦。拜托大家千万不要一次就狂背几10个单字，那样太痛苦了。每一篇文章，你只要挑出5到10个最重要的单字或片语就好。而且请务必使用画面上这个超强的4格策略。
除了写下中英文意思之外，你还要抄下原来的例句。接着最关键的一步来了，一定要用这个字自己造一个句子。这会强迫你从被动的认单字直接升级成主动去使用它，让这些字真正内化成你大脑里的资料。接下来是口语训练的超级神器——跟读，也就是所谓的 shadowing。这可不是随便跟着念一念就算了哦，你要分3个层次来推进。第一遍，听一句，暂停，跟着念一次；第二遍，听完一句，马上跟着模仿，中间不要停顿太久。到了第3遍，这就是终极挑战了，不要暂停，试着跟讲话的人同步朗读。在这个过程中，你的注意力千万不能只放在单字上，你要去模仿他们的发音、重音、节奏，甚至那些超难搞的连音，这样才能让你的嘴巴肌肉真正习惯那种自然道地的英文语感。这个循环的最后一站叫做复述 （retelling）。现在，请勇敢地把逐字稿关掉，试着用你自己的英文，大概用3到5个句子，把刚刚听到的内容总结出来。这个阶段的重点绝对不是要你死背原文，而是要确认你是不是真的吸收了这些资讯，并且有能力用自己的话重新讲出来。一开始可能会觉得卡卡的、结结巴巴的，这完全没关系，你就先从最简单的短句开始，之后再来慢慢增加难度。好的，观念都懂了。接着进入第4部分，建立每日与每周计划，这也是给自己的一个微小承诺。画面上这是一份为你量身打造的每日30分钟蓝图，我强烈建议你现在就截图存起来，这是一个精确到分钟的课表哦。你看，5分钟盲听，8分钟精读，5分钟整理单字，再来花5分钟做网站上的测验，看看自己吸收了多少，最后用7分钟好好进行跟读。只要你跟着这一张表走，每天坐下来就直接开始，完全不需要烦恼我现在该做什么，这绝对能大幅降低你的拖延症。不过，如果你觉得每天都要跑完一整个大循环，压力真的太大的话，别担心，这份资料也提供了另一种每周5天的分配法。比如星期一，你就专心接触新教材并做盲听；星期二，拿同一份教材来精听和整理单字；星期三，做测验跟跟读；星期四最挑战，来做复述跟录音；最后星期五轻松一点，做个总复习。这种安排真的很棒，能防止大脑因为每天一直塞新东西而弹性疲乏，给自己一点时间去好好消化。为了确定你一直走在正确的轨道上，资料里也强烈建议大家准备一本简单的学习日志，不用写得太复杂了，就记录一下日期、主题、第一次盲听大概听懂了几%，测验拿了几分，还有今天整理了几个新单字。里面最重要的一项是，每天试着写下2到3句简单的英文，总结一下我今天学到了什么。这招超聪明，不但能追踪进度，还能偷偷把每天的英文写作练习一起搞定。终于来到我们的最后一个环节，第5部分，4周看见学习成效，也就是你的成长路线图。照着做，4周后你会变成什么样子呢？第1周，你先不要管难度，唯一要做的就是建立习惯，让自己熟悉盲听的感觉。到了第2周，开始深入加强精听，把你听不懂的那些连音、弱读这些魔鬼细节通通抓出来。第3周，难度升级，你要开始强化口语，而且记得一定要录下自己的声音来回放比对。撑到第4周，你就能进行综合应用了。到时候你会发现，就算不看逐字稿，你居然也能抓到那些真实英文对话的脉络了。这绝对是一条肉眼可见的进步之路。但4周结束后，我们不能只凭感觉说好像变厉害了，请你用画面上这5个核心指标来诚实检视自己。第一次盲听能抓到大意了吗？重要细节听懂了吗？整理的新单字有办法自己拿来造句了吗？能不看笔记就开口总结吗？还有，遇到各种奇奇怪怪的口音时，你是不是比较不害怕、不慌张了？只要用这5个问题来问自己，这就是检验你真实世界英文实力的最佳标准。在这份解析即将结束之前，我想跟大家分享资料里这句超级核心的理念，请你把这句话深深印在脑海里，先听懂大意，再理解细节，先模仿，再尝试表达，先建立习惯，再逐步提高难度。各位，这真的不只是一套读书方法而已，这根本就是我们在学习任何语言时最健康也最不容易放弃的心态。
好啦，现在超强的工具和清楚的路线图，我们通通都帮你整理好放在这了。现在唯一也是最关键的问题就是，当你有一天再也不害怕那些讲得飞快、带着各种真实口音的英文时，你的人生会解锁什么样的全新机会呢？不如现在就决定一下，明天的第一个30分钟，你要选哪个有趣的主题开始你的第一课呢？把学习的主导权重新拿回自己手里吧。我们今天的重点整理就到这边，下次见喽。